看这个指示牌，前往澳门。到澳门玩几天啊？我现在在珠海的横琴口岸。这个口岸建的跟个商场似的啊。前面就到了那个安检大厅了，里面就不能拍照了。先在这个口岸上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我提前在淘宝上买了一个澳门5天的卡，这次去玩个4、5天啊。然后口岸这里呢还可以兑换货币。我之前在香港还剩了很多的港币呢，所以这次就不换钱了。然后可以在711那里吃点东西啥的啊，买点水啥的带过去。这个口岸也没啥了，现在我就去过安检了，从这里走过去很快的啊。在这里排队过关，自助通关的啊，刷港澳通行证就行了。顺利过关了，非常的丝滑，只要5分钟啊！澳门欢迎您。这都是国内来的旅游团在这儿集合呢，自由行的直接从这边就出关了。刚才出关的时候给了个小纸条，我可以逗留到12月26号，一共是7天时间嘛。出口这里有卖流量卡的啊。1天任用的50块钱，这下面有3天任用的100块钱，有点贵啊！我提前在淘宝上买的，5天才30多块钱。过关以后跟着指示牌走就行了，坐公交车、坐旅游巴士，这个娱乐场的巴士就是发财车，给你直接拉到那些赌场去了。去前面坐车啊！这边有好多个公交车呢啊，看看我坐哪个呀？刚过来确实是有点晕，你得定睛看一看啊，到处看一看，找一找。还有就是刚才给的这个小纸条一定要保管好啊，可不能丢，不然住酒店的话要看这个呢。找到我要坐的车了，50路。我这次呀，先坐车去大熊猫馆看了大熊猫，徒步到路环市区。然后接着徒步到黑沙滩，今天全程都是徒步啊，总里程呢有个7、8公里呢。澳门这里坐公交不能用微信、支付宝啊，必须用现金。坐车6块钱，自己准备零钱啊。6块澳门币，我没有零钱，拿10块的港币吧。上次去香港剩了点零钱。车来了。其实我只坐3站地啊，很快就到了。这车上还有免费 WiFi 呢。这个就是安检口岸啊，澳门口岸。这边就是澳门啦。下车了，到石排湾郊野公园了，这里面就有大熊猫呢。这次来澳门第1天，选择了一个比较小众的路线，它位于澳门的最南端呢。因为上次没来过这里，所以这次第1站先来这里啊。公园里面环境挺好啊，鲜花盛开，木棉花，很安静的、很小众的这个地方啊，一般的游客不会来这里。这个就是大熊猫馆了，前面是室内馆。这里是室外馆，哇，里面果然有个大熊猫呢，在吃竹子呢。他们都是从四川成都那边运过来的啊，当时送过来2只，叫开开和星星，后来他们又生了2个小孩，取名叫健健和康康。这个是叫啥呀？我看看，应该用四川话喊他一下，看他能不能听懂。哦，这个是开开，它是雄性的啊。嘿 ，hello， 用四川话怎么说开开呀？开开是这样叫吗？再到室内馆看一下，今天很多小朋友来这里参观啊，这里面感觉是个动物园，不光有熊猫，还有其他的动物呢。这室内馆人更多。哎，这个是叫健健，是他们的小孩，吃的真带劲儿啊。
这个竹子是不是从四川空运过来呀？你看这么多人围着看呢，果然大熊猫去到哪里都是国宝待遇啊，专门给它建的场馆。哦，那这个是小熊猫，小浣熊，还有火烈鸟呢，大长腿呀，红色的。离熊猫馆不远有一个很有名的咖啡店，汉记手打咖啡，周润发来这里喝过呢，我也来喝一下啊。面条和鸡翅啊，他们这里叫车仔面呢，就是方便面，鸡翅，然后咖啡。哇，周润发喝过都说好喝，22。今天澳门的温度只有14度，挺冷的。吃点热的暖和一下。走到路环码头了，码头边有卖渔产的店，码头对面就是珠海了，看得非常清楚。这上面有国旗和澳门的这个旗子啊。大家看澳门这边的房子，他们都刷成各种颜色，红的、绿的、黄的，这一上颜色吧，就感觉特别的小清新，很好看啊，很统一整齐的感觉。现在快过圣诞了嘛，这个路上都装扮起来了。我现在在一个街心花园里头，都是圣诞老人。这里就是那个安德鲁饼店，他家的蛋挞很有名啊。啊，还有人排队呢。刚烤好的蛋挞，那里正在现做的，6个65。他们家一直在排队啊，客源都不断的。我买了4个葡式蛋挞，我尝一下，44啊，11块钱一个。刚烤出来的，很香。哇，奶味很浓啊！看，就坐在路边吃啊，非常香，用料很足啊。刚在那家吃的面，又在这家吃的蛋挞。今天中午就不用吃饭了，吃这个就饱了。沿着海边栈道一直走，右边就是珠海的横琴，前面那里就是珠海长隆海洋王国，哇，离得好近啊，真的。然后这里还有个图书馆，可以打卡拍照一下，明黄色的建筑，非常亮眼，门口有6个罗马柱。这里会路过一个天主教堂，它这个配色非常的小清新，蓝白黄3色啊，圣方济各教堂，就不进去拍照去了。它的对面有一个雕像啊，这是讲述的耶稣出生的故事，耶稣当时就出生在这个马厩里。看看澳门的车牌长这样子的，车全都停在马路边，很整齐。这里有个收费表，看看是怎么收费呢？这里10分钟1块钱，1小时就是6块钱。哎，不贵呀，1小时6块，比很多城市的停车费都便宜啊。然后这里写着"我在澳门很想你"，这句话怎么到处都有啊？然后这边的房子被涂成各种图案，哇，这里拍照也非常美。这地方好安静，好安静，半天没有一个人，没人打扰啊。澳门并不都是车水马龙啊，也有这种原始的小渔村。在这样的海边礁石路段上走路，还挺有趣的吧？然后这里有一个通向海里的栈道，
哇，这里拍照应该很美啊，心旷神怡。这个叫听海轩，就像青岛的那个栈桥似的啊。青岛那个比这要长。从地图上看，这里差不多就是澳门最南端的地方了，全是大礁石。这个海边的礁石叫做猿人石，因为它长得特别像猿人。这是它的嘴巴、鼻子、眼睛，它的头，像吧？刚才我走过的这个海角叫做龙爪角，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？因为身后的这个石头，它石头上啊有一个龙爪印，放大了看一看，就在这个地方呢。看这下面，仔细看一下，两个红色的龙爪印。最美转角，看地图，龙爪角海岸径，沿着这个海岸边转了大半圈，这是澳门最南端的海角了。终于走到黑沙滩了，这是澳门著名的度假胜地啊！哇，这个沙滩面积还是挺大的啊，很多人在水里面玩呢。它这个沙子全都是黑色的，你看一看啊，我抓起来，哇，真的好黑呀，漆黑如墨。为什么它是黑色的？怎么形成的？是因为海里面有矿石呢，被这个冲上来了。而且被水冲过的沙滩会更黑一点，大家对比一下这两边，是不是这边更黑呀？很神奇啊！世界上那么多的沙滩，为数不多的这是黑沙滩啊！你说这人进去游泳，会不会身上都变成黑的呀？但这个季节游泳的人少，因为有点冷。黑沙滩的后面是一座山，山顶有观景平台。爬到这个山上去看一看啊！来都来了，上去看一下吧。这里是登山入口。看看地图，这个山叫叠石塘山，它海拔170.6米，这就是路环最高峰了啊，也是整个澳门最高的地方。我从这里往上走。哇，一路上都是这种森林很茂盛的啊，都是台阶路。170米的高度，应该不怎么难爬，没有人。叠石塘山眺望台，这里，哇哦，看前面的视野一下就开阔了，这就是黑沙滩啊，这一大片都是。这下面有一个小村庄，海边的别墅，哇，这个景色 beautiful 不 beautiful？ 哈了少不哈了少？哎呀，不爬到高山上，怎么能看到这种美景呢？看这个悬崖边有一块巨石，看着摇摇欲坠的样子啊，但其实它还挺稳固的。这个叫做风洞石，风刮大一点，它就会摇摇欲坠的感觉。你看下面接触点，哇，这也许什么时候指不定就会滚下去了。下面就是悬崖，就这个村庄和海滩边。这里有一个牌子，大家快看，这里写着路环叠石塘山最高点，海拔170.6米。哇，这里就是澳门最高点了啊！澳门最高峰的山顶，一览众山小。又是一个地理标志的地方啊，就算是很多澳门人都没来过这里呢。太棒了，在这山顶看看风景。这里有个大球，这是电视信号塔吧？环视一圈，看看在这个山顶能看到什么风景。这里是妈祖的雕像啊，然后这里有个妈祖文化村，然后看远处有一条直线，那个是澳门机场的跑道。澳门机场是完全在海里面填海造陆造出来的啊！
然后这里呢是永利皇宫，澳门酒店的天花板啊。旁边这个是美高梅，像集装箱摞起来一样。伦敦人酒店，这是他那个大笨钟，哈哈哈哈！以前我来过这里啊，看起来还挺熟的。然后这边的风景被树挡住了，然后我们转到这里来，看啊，这里有条河，河的对岸就是珠海，这边就是澳门。严格来说，那不是河，那个是海洋啊。它这边是个岛嘛。好，现在我到妈祖的那个雕像那里看一看。到妈祖娘娘的雕像下面了。海边的人他们都信奉妈祖，保佑平安的。这广场上制高点看风景不错的。哇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刚才被树挡住的那些地方啊。看那边是珠海，这边是澳门荡仔。大家看这一片平地，这都是填海造陆填出来的啊。以前荡仔和路环它是分开的，这里有海给挡住了，后来把它给填海造陆啊，填好以后又盖了这么多的楼啊。那边能看到很多飞机啊，飞机场。这个妈祖的雕像，它居然是河北省的一个公司雕刻出来的，曲阳县，厉害了啊！这个地方。从山顶走下来了，又走到黑沙水库这里了，在这儿坐车，去酒店啊，网上订了一个酒店，坐15路或者21A， 在这儿等着吧。没有零钱，又拿10块钱，伸进去啊。哎呀，来车了，全都是盘山路啊。今天真的走了好多路。天都黑了，我先吃个饭再回酒店啊。今天我就住路环这边，这里有个路环码头面馆，挺有名的网红餐厅，进去吃个饭吧。看看他家的菜单，有面类、饭类，还有煲汤、甜品。这边是茶类、饮品，大家看看价格贵不贵？我要了一个鸡扒包，还有一个面啊，鸡扒包32。哇，这是汉堡包嘛，里面夹的鸡肉啊，直接拿起来吃。鸡肉刚烤出来的，特别烫。后面这几桌人也是说的普通话，他们也应该是来澳门旅游的。现在内地来澳门旅游的人挺多呀。它这边面分量比较少，搭配一个鸡扒包就 OK 了，吃饱了。吃完饭回酒店的路上又路过这个教堂了，哇塞，这晚上还有灯光秀呢，还蛮好看的吧？光影变幻啊！我订的房间到了。就是前面这个啊，路环1号酒店，这村子里头啊，都是粉刷成各个颜色了。我这个是白色和黄色的啊。这里面是画家，好像是卖画的，好多画呢。这走廊两边全是画，1楼是画展啊，然后楼上是住宿的，这里有电梯。去我房间里带大家看一下啊。我住在这边。刷卡，插卡，看就是这么个房间，小小的啊，也就有个7、8个平方吧。卫生间这里还挺干净的啊，装修的还挺好，挺干净卫生的。虽然说有点小啊，但是干净就可以嘛。
这里有个小窗户。哇，这是街景。前面亮灯的这里就是刚才的教堂，离得好近啊！看这边的房子都是2层这种小楼啊，很安静。关上门吧，这是澳门的小渔村啊，这种感觉。这个房间297啊，一晚上，还可以吧？跟市区相比啊，就算是很便宜了。哇，市区的房价都500-600的。这个地方在路环嘛，稍微有点偏，所以挺便宜的啊，还不错。然后它这边也有这个转换器，不用自己带了，这个还是考虑的挺周全嘛。我现在在澳门的永利啊，看我身后这里围了这么多人。这都是等着看那个发财树表演的，还没开始呢，已经围满了人了，都挤不进去了。表演开始了，我给大家拍一下啊，非常震撼。首先要看这个顶儿上本来是12生肖，现在突然之间就打开了，就像是宇宙有个通道，打开了一个通道一样。这里面是动画，音乐也响起来了啊！看现场的人都举着手机朝上看呢，现在围的人更多了。我之前来澳门就看过这个表演啊，非常的震撼，每次来都要看一下。这是年年有余的意思啊，很多鱼游来游去组成一个福字。哇，这个大门也打开了啊！后面居然还有那个机关，一个水晶大灯从里面缓缓降下。漆黑的夜空中升下来这么一个钻石大灯，忽闪忽闪的。哇，快看下面！哇，下面的那个黄金树升起来了，发财树啊！全是金色的啊，金灿灿的，这叫发财树啊！每一个叶子都是黄金的，据说有98000片叶子啊，这真的是金树银花呀！由金树组成的发财树，据说。哦，要结束了，这个树慢慢的降下去了，然后顶上的那个门也要合住了，还首尾呼应呢啊！哇，这个树降的速度很快呀！没看过瘾的话，再等1个小时，还可以再看下一场。降下去的时候还冒起一股烟来。仙气飘飘的感觉呀！顶上的又关住了，哇！下面这个也起来了，要关住了，把发财树藏在里面啊，怕别人偷走。这捡一片叶子就发财了，哇！严丝合缝呐！看完表演啊，可以到这个娱乐场里面玩几把啊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发财树表演是老永利啊，然后荡仔这边有个新永利呢。这边的这个楼更豪华呀，大家看，这边叫永利皇宫呢，非常的壮观。然后这下面还有喷泉，最有名的呢是还可以坐那个缆车，坐在缆车上看喷泉啊，免费的，只要去排队就可以了。哇塞，这排队人这么多吗？都排到那边去了，我也去坐一下吧。这排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！大家看看，
哎呀，这排一下估计得1个多小时呢吧。算了吧，我就不去做了，我没那么多时间等的，而且现在风挺大的，挺冷的。其实，算了，坐个缆车而已，我就不坐了，简单在这天桥上拍一下就行了。坐这个缆车呢，要注册一下他们的会员，扫那个2维码就可以注册会员了。我就在这下面拍拍照吧。哇，现在这个喷泉又打开了，音乐喷泉，太棒了，景色奥利给啊！这边的永利大堂里面是这个表演啊，一个玩偶，一上一下的，跟发财树差远了。但是这边装修的更豪华，看这个内部，就像皇宫一样啊，所以叫永利皇宫。澳门这2天好冷啊，我都穿上外套了，刮风了啊！现在在澳门这个16铺码头这里，特别繁华的这个老城区啊。现在去吃个饭去啊，中午了。澳门这里有很多骑摩托车的啊，在香港没看到有骑摩托车。在这个巷子里面的美食店，这都是居民楼。去这个番茄屋澳式葡国菜啊，葡萄牙餐厅，在居民楼里头呢。门外有菜单呢，意面、饭类、海鲜类饮品、小吃、猪扒包、沙律，好多选择呢。人挺多呀，都坐满了。装修很不错啊，这叫什么？马介小球，第一次听这个名字呀。蘸点番茄酱啊，这就是红薯。鸡肉焗饭啊，葡国风味鸡肉焗饭，上面是鸡肉，下面是饭，拌起来吃吧。这个都拉丝了啊，趁热吃。我现在在澳门的地铁上啊，这个地铁它是无人驾驶的，前面没有司机啊，然后坐在这车上看看澳门两边的这个景色。永利皇宫。他们家最有名的是那个缆车，下午才开呢。旁边这个是上葡京，这是赌王何鸿燊的啊，盖得非常的豪华阔气。对面这个是美高梅，跟集装箱似的啊，一个一个的摞起来。旁边是喜来登，一个 S 的标志。这个圆球是东亚运动会的会场啊。场馆，看这个酒店的中间有一个8字，八字里面是摩天轮啊，这个叫摩波斯酒店吧，也是特别豪华的。这个是巴黎人酒店啊，这里有巴黎人，有威尼斯人，还有伦敦人。这个是威尼斯人啊，上面威尼斯那个英语怎么读呀？它这个楼盖得很整齐啊，外面没什么特点，但是这里面有那个人工运河，把威尼斯的运河搬到房间里去了。这个金碧辉煌的城堡一样的，这是澳门的银河，哇，相当的豪华了啊，非常有排面。这个是荡仔岛的居民区，
跟刚才那些大酒店比起来，这边的这个楼就特别的密啊，每一栋楼都住了好多人的，而且每栋楼挨得都很近。这个楼应该有个15、16年了吧，看着不怎么新了。你看那个空调外挂机，真的住满了人啊，很拥挤啊。这是澳门的跑马场啊，跑马场地。看对面有一个大树的那个酒店，那属于珠海了，跟三亚的那个大树酒店外观很像。大树酒店那边的摩天大楼全都属于珠海啊，珠海离澳门非常近，就隔着这一条河。再往前走就要钻入海底隧道了。这个完全是走的海底隧道，什么风景都看不到，在海底下穿过去啊。我就在马会这一站下了，因为这后面呢有一个小潭山，我要爬到山顶去看风景。跟着指示牌，小潭山往这边走。小潭山公园在那山顶呢，正好有一个电梯可以坐上去，省了体力了啊。出电梯，哇，是一个很漂亮的廊桥，已经到了这些大楼的后面了。这就是刚才居民楼的后面啊。这条马路居然叫做里斯本街。里斯本是葡萄牙的首都啊，当时葡萄牙人占领了澳门嘛。走到半山腰了，视野已经开阔了啊，风景已经好起来了。哎呀，而且现在太阳也出来了，好暖和呀。这两天我来的都是澳门的冷门景点，一般游客不会来的地方啊。从另一个角度看看澳门。上山都是这种小路，台阶很多，树木茂盛，但是没有人。没想到澳门市区还藏着这么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啊！这个小潭山山顶上并没有观景台，我说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啊！原来它这个观景台啊是在后山呢，在山腰的地方，就是这里了。大家看一看。哇，这个风景和视野非常棒啊！然后对面呢就是澳门半岛，我现在站的这里啊是荡仔岛，昨天去的地方是路环岛，澳门就由这3部分组成啊。然后它两个之间呢有3个跨海大桥相连，这边一个桥，这里一个桥，那边还有一个，其中那个方向呢是澳门机场也在那里，港珠澳大桥也在那边。然后这个跨海大桥一过去啊，就是赌王的那个大楼，你看，非常的显眼包，长得奇形怪状，最显眼的这个就是赌王的大楼，葡京大楼啊。旁边这个像集装箱摞起来的，这是美高梅。然后那个大桥过去呢，就是有一个庙叫妈阁庙，当时葡萄牙人就是在那个桥头的位置登陆了啊。他们一登陆的时候问当地人这个地方叫什么呀？当地人说叫妈阁，妈阁。葡萄牙人一听，哦，马靠，马靠这个名字就这么来的啊。我刚才坐的地铁穿的海底隧道就是在这个桥底下呢。我去年来的时候，这个还没开通呢，今年来了它就开通了，施工进度挺快吧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澳门塔，澳门的地标建筑啊。澳门我来了啊！澳门没有田，只有庄和闲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奥利给！从山上下来了，现在去吃个饭去啊！看澳门的这摩托车停的都很整齐的，指定位置啊，挺整齐。然后前面呢，这个丽轩冰室挺有名的，我在网上看，网红店吧，就去他家吃了。人好多呀，全都坐满了，里面装修还挺好的啊。
挑高很高的，可能赶了个饭点啊。我点了一个牛肉滑蛋饭，还有一个西多士，这个是面包。这是澳门的菜单啊。这边是面包类、小吃类，还有面。这边是主食，中午有套餐，早上也有套餐，还有下午茶，好多种的选择的。这是奶茶都上来了，滑蛋牛肉饭，上面是牛肉，下面滑蛋，里面包的米饭啊。这个是拌着吃的吧？没有筷子啊，只给了个勺子。滑蛋饭都吃完了，现在又来了这个西多士。什么是西多士呢？这个名字其实就是面包里面夹的那个奶油之类的东西啊。外面这一层是面包，我切开看一下里面。这个是刀子和叉子啊，也没有筷子，一个手实在是不好操作哎。哦，切开里面是这样子的，夹心的嘛。这上面撒的一层花生酱啊，好像是，蘸上这样吃。这一根牛肉饭吃不饱啊，然后再来个面包。真是用不习惯刀叉，面包都切了半天，笨手笨脚的。今天我就住16铺这里啊，这里交通挺便利的，离大三巴也挺近。这个是5星级的索菲特酒店，这个住不起啊，我住在它旁边这里，在这个楼上订了个房间。看看澳门这边住宿怎么样啊？国际酒店啊，这个名字挺响的呀。前台，今天住在5楼512房间。这边呢，我先关上门。哇，房间还挺不错的吧，挺宽敞的啊，2个床的，2个床的更便宜啊。这么大一个采光玻璃，看看外面的风景啊。可以看到前面的澳门塔的，然后这边对面就是珠海啊，这个海的对面是珠海。看看这个澳门的马路，这边是老城区嘛，然后这些房子都比较老旧了，然后澳门这些街道也是比较窄啊。这个角度看过去，有点我们内地的那个城中村的感觉。你看这房顶上很多私搭乱建的。这铁皮房也很多的，你看这个铁皮房，这明显是后加的啊，可能管的也不严，这个老城区嘛。但是他们的这个外墙做的都挺好看的，都是美化过的，统一刷成这种颜色啊。其实这里面也是比较混乱。然后这个房间呀是335块钱啊，它这个位置还比较不错，就在码头上呢。而且这房间装修风格怎么是这样呢？都贴的瓷砖都是青花瓷这种感觉啊，反正整体上还挺明快，挺干净的啊。卫生间空间还挺宽敞啊。忘了说了，澳门这些窗户都是打不开的啊。你别看我这窗户这么大这么多，一扇都打不开，全都封死的。这是澳门特色。澳门回归祖国的时候，咱们每个省份都送了礼物庆祝回归的。这些礼物啊，现在就都放在我身后这个大楼里面，这叫做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啊。你知道你们省份送的是什么礼物吗？进去带大家看一看啊。就在前面这个展厅呢。以前我来过一次啊，拍过一次，很多人喜欢看这个，这次我就再重新拍一次，拍更详细一点啊。看见没？所有省份送的礼物
都在这个展厅呢，人也比较少，咱们一件一件仔细看一下。先从正中间的这几个看起啊，占据了 C 位，这是挺大的。这是广东送的啊，叫做水晶玉雕。这上面是用广东南玉雕的球，这个球呀有9个孔，每个孔里面又有9层，所以是9层9孔，像一个鬼公球一样。这个雕刻技法很复杂吧？然后中间是一个盛世莲花，象征着澳门繁荣昌盛啊。最底下的基座是一个钻石。这个钻石有56个面啊，象征着祖国56个民族。整个这个作品高是1999毫米啊，正好是1999。再看一下我们山西省送的礼物啊，这个是木雕鹳雀楼，哇，它占据了整个展厅最大的面积啊。这是按1:30的比例缩小建成的。全都是选用优质的核桃木做成的啊！鹳雀楼中国4大名楼之一，想起了王之涣那首诗啊，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。我们送这个的意思呢，就是祝愿澳门的未来能够更上一层楼啊！这个礼物寓意非常好吧？这个是河南送的啊，哇，这个厉害了啊，看得非常大气。这个叫九龙簋。最中间这个圆盘呀，就是古代计时工具日晷。这个晷的谐音就是归嘛，就是回归的意思啊。然后它周围呢盘踞着9条龙，龙是中华民族的这个象征嘛，9条龙呢就是99归一的意思。然后这个9条龙啊，全是用河南南阳的独山玉雕刻的啊。然后独山玉呢本身就是非常珍贵，它是中国4大玉之一啊，而且是一整块独山玉啊，重达800公斤呢。然后它的雕刻手法也非常的高，用到很多浮雕、透雕、镂空、刻线这些雕刻手法啊。哇，整个这个作品非常的大气啊，河南人厉害了。这个是陕西送的，是一个铸铜的雕塑作品，叫做8级圆盒。它是整体的造型成一个莲花，这是有8个花瓣嘛，正好8个方向。这是贴金工艺啊，金碧辉煌这种感觉。然后8个花瓣上呢，每一瓣上面都有一个图案，分别代表着陕西8景。陕西8景有些什么呢？有雁塔城中、曲江流影、画月仙掌、骊山晚照啊，反正一共8个啊。这关中8景正好和盛开的莲花这个花瓣对应上，但是我感觉这个礼物没有体现出陕西的特色啊。陕西直接送个兵马俑多好啊，往这一放，是不是？这个有什么寓意啊？这个8级圆盒，这个是山东送的，送了一个青铜的花瓶，上面是圆的，下面是方的，寓意着天圆地方。山东这地方可能铸铜的工艺比较好啊，所以他们送了个铜的。然后这上面呢还有大明湖啊，还雕刻的那个泰山、孔庙，还有那个山东的著名景点趵突泉之类的景点都在这上头呢。整个花瓶非常的厚重，这种感觉啊，像山东人民这种讲义气、厚重的性格啊。一件大礼。这个是河北送的，是一个工艺品。它下面呢有9个狮子啊，共同托举了一个球。这个球呢就象征着我们神州大地。球上呢镶嵌了34颗宝石，象征着我们全国34个省份、地区、直辖市啊。然后呢，四周围呢有9个飘带。然后9个狮子，这都是99归一的意思。这个工艺品它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工艺，它这是燕赵地区的传统的那个金丝工艺啊，就是把这些贵金属金和银
把它们弄成一条一条的细丝，再把这些细丝呀编织成这些图案，再在上面呢镶嵌这些宝石，可以说是相当复杂的吧，又有金又有银，还要组成这些图案，费工费力啊，最后才有这么一个成品。这个是四川送的一个大屏风，屏风里面是大熊猫啊，国宝大熊猫，最能代表四川的那个大熊猫。后面是竹林，还有九寨沟的景色。而且四川确实是给澳门送了2个大熊猫呢，在澳门那个路环一个动物园呢，那天我刚去看过啊。而且这2个大熊猫又生了2个宝宝，所以现在澳门呢一共有4只大熊猫呢。这个屏风是用蜀绣的技巧做成的啊，它以真丝为原料，巧妙的把四川的这些特点，大熊猫呀、竹子呀、九寨沟呀，都融合在一起了。这个是重庆送的啊，送了块大石头，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头啊，这个是三峡石。我刚从三峡坐那个长江游轮回来啊，有句话叫做“黄金易得，三峡石难求”。这个石头很珍惜的，然后石头上站了9只金鸟，寓意着九九归一。然后它这个基座呀，基座上面有那个山茶花，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。这个基座是空心的啊，里面呢还有一个庆祝澳门回归时候1000人签名的长卷呢。整个这个建筑高1999毫米啊。就是1999的意思。要我说重庆送这个干嘛？直接送个大火锅多好呢，是吧？那样才代表重庆的特色嘛。这个好像没什么特色啊，感觉。这个是云南送的，大象，它是青铜铸造的啊，外面贴了一层金箔。大象是云南那边的象征嘛，云南有野象谷呀。我们去了可以骑大象、喂大象，然后大象的头上顶的一个莲花，那个寓意着就是澳门啊盛开的莲花，就是澳门繁荣昌盛。整个作品啊也是1999毫米，澳门正好是1999年回归的嘛，然后大象啊也是有吉祥的这个寓意的，所以整个这个作品啊也是寓意很好。这个是青海送的啊，江河源，是一件玉雕，是用的青海的冰糖玉雕刻而成的啊。它上面这部分雕的是昆仑山，昆仑山是万山之主啊，山势挺拔，非常的险峻。这上面写着江河源3个字啊，然后青海那边呢也是长江和黄河的发源地。你看这里有2条河流下来，一条是长江，一条是黄河，这2条河孕育了中华5000年文明，而且这里还有2条龙呢，是从龙嘴里面吐出来2条河。这也是一整块冰糖玉雕刻而成的啊，然后放在这个基座上，基座上呢还雕的梅兰竹菊这8种吉祥物啊，寓意着这个欣欣向荣、吉祥如意的意思。这个是海南送的，是一对花瓶，但它这个花瓶的材料比较特殊，是用椰子做成的啊，就是椰雕，用了5200个椰子，把它们的壳呢做成了弧度一样的这个样子，然后一件一件的雕刻而成的。然后这上面呢亮闪闪的，这个是当地的那个螺，叫做夜光螺。哇，这种螺它会反光呢，你看，忽闪忽闪的那种，还会变换颜色的五彩的那种螺呀。然后雕刻的这些海南的特色椰子树，这种热带风情。下面呢，海南人民载歌载舞，欢庆回归。然后这个瓶子的中部有一圈这个腰线，这个腰线啊也是有回字形的这个图案，就是回归的意思。反正这2个花瓶就是椰雕，也算是海南的特色啊。
鉴于时间原因，其他省份送的礼物我们放在下个视频来看。好的，拜拜。这里是澳门回归鹤里陈列馆，接着上个视频啊，继续参观我们澳门回归时候每个省份送给他的礼物啊。这个是浙江送的2龙戏珠，2条龙啊，然后上面是珠子，这2条龙就是象征着长江和黄河，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嘛。然后这个龙珠呢，象征着澳门啊。我们把这个龙珠呢捧在手心里，这种感觉啊，庆祝澳门回归嘛。而且这个龙它是用竹子编成的啊，浙江那边很多竹子啊。然后仔细看看这个龙的身体，竹编艺术。这个是江苏送的，它是一件木雕作品，叫做花好月圆。它用了很多名贵的木材啊，这是紫檀木、香檀木，这2种木头呢，它不光是非常的稀有，它还带有特有的香味呢。所以这件作品啊，它是很香的。可惜它在这个展厅里面呢，我闻不到它的香味儿。这如果打开以后，应该是很香。这2种木头啊，高贵典雅，是木中之王啊。这个是福建送的啊，是一个石雕，它用的闽中瑰宝寿山石为原料的。它上面呢雕的是武夷山的景色，然后下面雕的福州的那个古榕树，这榕树都是枝繁叶茂啊。然后中间呢又点缀了很多亭台楼阁、人物、飞鸟、行云流水啊。湖南的来了啊，这个是湖南送的，它是一个石雕。这个叫做龙球，它是用的湖南特产菊花石雕刻而成的啊。这个石头的特点就是呈这种黑色或者是灰色，然后这上面呢天然的有这个白色的菊花。这个球它有2层呢，外面这层呢是有盘着5条龙，然后里面那层呢还盘着2条龙呢，但是在里头可能看不太清楚啊。然后我们看它这个外框，这个木框呢也是2条龙，这就是加起来一共9条龙了啊，99归一的意思。这2条龙2龙戏珠，它这个龙球是能转的啊，转动自如，球中套球，很有动感啊。这个是河北送的，是一套编钟，它是铜铸的啊。这是以湖北出土的那个真猴乙木的编钟为基础设计铸造的。人家那个出土的编钟是可以单独的演奏的啊。这是战国时期一个诸侯王他的墓里出土的这个编钟。这是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的乐器啊，可以独立演奏。但是湖北你送这个礼物，感觉跟澳门回归有什么那个联系吗？它取名普天同庆啊，可能是这个有点联系，大家共同庆祝澳门回归这个意思。这个是安徽送的，是一面铜镜，然后镜面上呢写的99归一4个字，然后这个镜的最中央雕刻的安徽的最有名的黄山迎客松，还有祥云。有那个摩天大楼，还有一座桥，桥和摩天大楼代表着澳门，祥云和迎客松代表着安徽。然后它这个铜镜呢是安放在下面这个底座上的，这个底座是一个根雕。你看这里写的2个字，归根，就是落叶归根这个意思。根雕加上圆镜，有这种圆圆满满、破镜重圆的意思啊。这个是吉林送的啊，是用的吉林长白山的紫椴木雕刻的，它是一个木雕。然后这个后面呢是长白山吉林那个天池，然后这里有2个鹿，一个小鹿，一个大鹿，大鹿就是谐音嘛，大鹿，小鹿呢就代表澳门，就情同父子啊。这个是黑龙江送的啊，2个瓶子，
这个瓶子有点特色，因为它是用的那个小兴安岭地区的山核桃粘接而成的啊。因为核桃是中空的嘛，所以它做成了以后就是有这种镂空的中空的效果。哇，这都是一个一个的山核桃这样堆积的啊。然后瓶口的左右位置对称的呢，有2个汉白玉的那个花，那个象征的是澳门啊。然后这个下面呢还挂了2个玉环，就显得更雍容华贵了。哇，然后这个山核桃以前看过一个，就是好像随便抽掉一个，这整个瓶子是不是就倒掉了？有没有那个效果呢？一共是有2只呢，这个拼接起来也是很费时费力的吧。然后这个花瓶的高度是1999毫米，也是寓意着1999这个年份啊。这个是辽宁送的，也是一块玉雕，用的是辽宁岫岩那边的岫岩玉啊。这个玉也是很珍贵的啊。岫岩玉呢，它质地细腻温润，是玉雕的首选材料。然后这上面呢雕的有9个狮子滚绣球，然后后面呢还有9朵莲花，还有雕的玉兔，雕的天宫中的一些景色啊，就是天上月圆，人间团圆这个意思啊。这个是江西送的，一看这2个瓶子就知道是江西的特色啊。江西景德镇陶瓷2个大花瓶，然后这个瓶子上呀，一共有99朵荷花，寓意着99归一的意思。荷花嘛，也是澳门的代表，盛世荷花，99归一。2个巨大的荷花瓶啊，拍个照吧，工艺品嘛。这个是甘肃送的一个青铜鎏金的雕塑。甘肃最有名的就是敦煌的飞天，所以这个雕塑也借鉴了飞天的元素啊。它一共有4层，你看每一层呢都有这个人物，形态各异啊，有拿琵琶的，有吹笛子的，还有演奏那个乐器的。然后上面这几层呢，有手拿托盘托着宝珠的，还有这个飞天造型的，每一个人都形态各异，一副安乐祥和的这种感觉啊。然后下面的底座呢是一个盛世莲花，它一共有56个花瓣啊，象征着56个民族。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雕塑，它是用湿蜡法做成的。什么是湿蜡法呢？就是先用粘土做成它这个模型，然后外面裹一层蜡，在蜡上面雕刻这些花呀什么的，再在上面裹一层粘土，然后把它们整体加热。一加热了以后，这个蜡它就融化了嘛，就流走了。它中间不是有中空了吗？再把那个空的地方注入这个青铜，然后再把这些粘土什么再清理掉，最后就留下这个铜了。所以这个叫湿蜡法呀。整体上造型优美，很有艺术价值吧。这个是贵州送的，是一个铜鼓。哇，非常具有贵州那边少数民族的特点啊。然后中间是一个鼓，然后两边呢是2个仙鹤，最下面呢仙鹤踩在2个乌龟上，这个就是龟鹤延年。最厉害的啊，就是这个仙鹤的眼睛，大家看是由红宝石镶嵌的。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个乌龟，它的头呢是一个龙，它是龟壳龙头，龙的眼睛呢是用绿的水晶石镶嵌的，有点反光，在这个角度看一下，是不是它这个眼睛这个绿水晶看得非常清楚啊？这一个龙就是2个眼睛，这一共是4个龙头呢，8个水晶呢。然后这个仙鹤呢是8个这个红宝石，也不知道去哪儿找这么大个的这个宝石和水晶啊。然后这个鼓上面啊
还雕刻了很多的吉祥图案，有鱼呀、牛啊，贵州人民载歌载舞的这个欢快的场面，所以这个叫做欢乐谷。整个这个谷，非常的有民族特色。贵州那边就是少数民族很多嘛，民族特色。未完待续，请看下一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澳门，很多人来澳门都要玩一下的啊，搏一搏单车变摩托。看我身后就是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场子啊，新葡京大楼。哇塞，这个大楼真是金碧辉煌，这夜景非常的美啊。可惜这赌场里面他不让拍照，不让拍视频啊，不然我肯定要进去拍一下的。虽然不能拍赌场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进去看一看。也可以拍拍大厅之类的公共区域啊，而且这个大厅里面呢放的赌王何鸿燊的收藏品呢，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。从这里是入口啊，带大家看看他那个收藏品吧。他家这门口都很多人呢，非常知名的一个地方啊。前面就是赌场，但是里面不能拍了，到那边吧，那边是酒店。住店的往那边走，玩的就到这里面，非常的装修很好吧。它的收藏品就在前面放着呢啊。大厅里摆放的一个好大的圣诞树啊，然后它的这些收藏品就在这大厅里放的呢。很多住店的客人啊都没有注意，就路过了。你比如说这一件，这都是象牙雕刻的啊。然后呢，对面这里还有纯金雕刻的这个，然后这边是玉雕，然后你看这两边都摆放的呢啊，然后再转到这边，这个才厉害呢，这也是纯金雕刻的一个龙舟，然后后面还有一幅那个名画，这每一件都价值连城，我带大家仔细看一看啊。我从网上百度上搜资料，简单的给大家讲讲。先看这个龙舟吧，它是纯金打造的啊，用了380公斤黄金呢，真是太土豪了。全长3米多，高度1.4米，它是仿照乾隆下江南时候乘坐的龙舟来雕刻出来的。我们走近一点看看细节，这每一个龙鳞都看得很清楚啊。龙身上呢又有很多的亭台楼阁，上下好几层，一共有100多个人物呢，每一个人都形态各异，各不相同，可以说是再现了康乾盛世的景象。这个龙舟值多少钱啊？你看它是用了380公斤的黄金，我们现在按每克黄金500块钱来算，大家赶紧乘一下，光是黄金的价值就将近2个亿呢，哇，真是太有钱了。这个黄金龙舟太霸气了，必须得拍张照啊！皇帝坐的龙舟，哈哈哈哈。再看一下这个收藏品，它的长度和高度都超过2米，它是用已经灭绝的猛犸象的象牙雕刻而成的啊。这里雕刻的呢是万里长城，从山海关到嘉峪关，万里长城沿途的景象。为此呢，他是请了专家团队去实地考察过，反复论证过，然后才开始雕刻的啊！哇，每一个细节都是栩栩如生，可以说把万里长城的风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快看这个玉雕，这不是翡翠玉白菜吗？白菜的谐音就是百财，做生意的人很喜欢这个寓意啊，百财百财就是发财的意思啊。这是用一整块玉雕成的白菜啊。还是看看它的细节，哇！你看这个菜叶，还有这上面的脉络都清晰可见。不光是玉的质地好，这个雕刻的人他手工也是非常的好。翡翠玉白菜很有名，也得拍张照啊，不能放过。再看这个作品，叫做音乐钟，它可是慈禧晚年最喜欢的几个宝贝之一，它也是用纯金打造的啊。
钟的顶部有一个天官，每到整点的时候，天官就会出来报时，寓意着天官赐福，啊，非常的巧妙。然后钟的下边呢是有一个八仙，也是到整点的时候，这个八仙它就会转，这应该就是最早的机械钟啊。然后这下面呢还镶嵌着很多的宝石、钻石、玛瑙。在众多收藏品当中，赌王何鸿燊最喜欢的是这一件，这是一个玉雕，叫做鱼和熊掌可以兼得。你看熊背上呢趴着好几条鱼，熊的嘴里面也叼着鱼，这就是鱼和熊掌可以兼得，就是鱼也要，熊掌也要。这个作品就表明了赌王的远大志向啊！你敢相信吗？这是一座金山，真的是黄金做成的山。我们形容一个人有钱，都说他家有金山银山，这真的是一座金山。这个金山描绘了一幅江南春天的景色啊。我们看这座山上呢，有耕作的农民，有亭台楼阁，有垂杨柳，还有宝塔，啊，一幅这个陶渊明笔下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这么一幅景色啊，非常的让人向往。用纯金雕刻出来的一个田园景色，哇，真的是太让人叹为观止了。就这么大一坨黄金放在这里，让你搬你都搬不走啊，太重了啊！再看这一组收藏品，这像是宫廷的物品啊，尤其是中间这把椅子，这可是龙椅，是康熙晚年做过的龙椅。这把椅子的靠背上是有龙的图案的，大家仔细看。这把椅子呢，后来就流落到海外了，辗转了法国、美国很多地方，最终呢，赌王何鸿燊以1300多万的价格把它买下了啊，使这件国宝呢又回归祖国了。再看一下这个收藏品，它是一个巨型的玉雕作品，重达1.95吨呢，通体都是翠绿色，就连它的基座啊都用的是加拿大的玫瑰石。这个玉雕的主题是大闹天宫，最上面雕的一个如来佛祖，然后这下面呀都是成百上千只猴子。这边还有一个象牙雕的作品，它也是用上万年前已经灭绝的猛犸象的象牙雕出来的啊。这个象牙一整根非常的珍贵，雕的也是孙悟空大闹天宫，成百上千只猴子啊，每一个都形态各异。这边还雕的八仙，这上面有多少只猴子？大家能数得清吗？而且他是请的这个顶级的雕刻大师来雕的啊，可以看到这个手工艺呢是非常的高超。最顶端呢还雕刻了有福禄寿众多的神仙来庆祝齐天大圣啊，所以这个象牙雕呢，它不光是一整颗象牙，它还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呢。这是一个根雕作品，它是用一棵完整的百年龙眼树的树根雕刻出来的。最中心雕刻的是鉴真法师，法师的头部呢和手都是贴金的啊，用料非常的豪横。这是一个玉雕作品，通体都是洁白的玉石，雕的大肚弥勒佛，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，笑口常开，笑天下可笑之人。用大肚弥勒佛啊来表达这个何鸿燊赌王的一种心态。大家快看，这就是赌王何鸿燊的雕像，就摆在赌场门口。他是穿着西装，打着领带，一个大背头，眼神犀利，哇，怎么看着有点像是许家印呀？大家看像不像呢？参观完了，真的是太震撼了啊！赌王太有钱了，但是赌王在2020年的时候去世了，也就是3年前啊，没有多久。赌王活了98岁，但是他去世的时候这么大的家产该怎么分配呢？哇，他有17个子女呢，这如果分配不好的话，很容易就发生内斗了。如果我是赌王的话，这1000亿的家产该怎么样分配给子女呢？哎呀，真是让我头疼的呀！